踏车洛基。我还很努力的回想说哪里有 Loki 在骑脚踏车，结果 Christy Wada 设计的 Bicycle Loki 是他头上的角用脚踏车的手把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Sylvia， 欢迎来到时尚左脑，一起让左脑充满时尚元素。洛基影集的第2季在10月份上映，让漫威迷们可以继续的陶醉在洛基的独立宇宙故事线里。在第1季中，大家也可以随着剧情的推展，更深地认识原本擅长诡计和欺骗的 Loki， 透过被 TVA 时间管理变异局逮捕后发生的种种事件，从反派转变成为逐渐显露出真诚更有人性化的一面。像这样子的内心转变，其实洛基影集的剧服设计师他都有考虑进去哦。所以今天要跟你一起了解9个洛基影集中不说不知道的剧服设计小秘密。洛基影集的服装设计师 Christy Wada， 因为这部影集入围了艾美奖，他真的超级用心的，即使在许多观众可能也不会看到的部分，他也都下足了功夫，留了很多很有趣的细节让我们去挖掘，保证看完今天的影片介绍，你一定会想重看这部影集。大家记得影集里面，当 Loki 被消除后，被转移到时间尽头的虚空，在那里遇到超多平行时空的 Loki。据说网络上讨论热度很高的是鳄鱼 Loki 耶。接着我们就陆续介绍几个非常有意思的 Loki。第一位是设计师接受媒体访谈时聊到的 Prisoner Loki， 他手上拿的是 Fabergé Egg， 也就是法贝热弹。在影集中，法贝热弹被做成中世纪的武器连家。在现实世界中，法贝热弹其实是俄罗斯的一个伟大与骄傲，它代表了俄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。这一些弹形的珠宝精致度令人叹为观止，尺寸大约只有 7.6 到 12.7 公分左右。但是你不会相信，这么小巧的弹居然可以打开，而里面则藏着微型的艺术珍品，例如皇室马车、皇冠，甚至是皇宫等等。每一次打开法贝热弹，总是能够带给你一种惊奇和敬畏之情。也因为如此的精致，所以每一颗法贝热弹大约需要耗时1到2年才能够完成。从1885年到1917年之间，他的工作室在这33年期间为皇室制作了54颗法贝热弹，流传至今，其中仅有46颗保存着，有7颗遗失，被视为历史上著名的遗失宝物之一。在这里 ，Christy Wada 发挥想象力和幽默，让影集中出现了那些失踪的法贝热弹，所以也开启我们的想象，也许那些宝物已经来到了时间的尽头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它们了啦。第2位是 President Loki。President Loki 这个人物的造型原型是来自2016年的短篇讽刺漫画《Vote Loki》，里面有超多影射当年美国选举的梗，喜欢的可以去找来看看。这部短篇漫画里面的 Loki， 他要竞选美国总统，他的竞选人广告也是超级无敌的，竟然用魔法转换性别，想要测试看看能不能争取到更多的妇女票。剧服设计师希望可以让漫画的原作、影集和电影有更多的连结，所以 President Loki 的领带夹呼应了2011年雷神索尔电影中洛基胸前雕刻盔甲的造型哦。接下来是 Bicycle Loki， 对，就是脚踏车洛基。我还很努力的回想说哪里有 Loki 在骑脚踏车，结果这个 bicycle 的用法和我们认知的用法是不一样的。给你3秒钟看看，3、2、1，你发现了吗？Christy Wada 设计的 Bicycle Loki 是他头上的角用脚踏车的手把做的，对于脚的想象真的是突破框架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由得过无数奖项，甚至还入围奥斯卡和金球奖等大奖的重量级演员 Richard Grant 所饰演的 Classic Loki。设计师开玩笑的说，在剧情设定上没有让他像其他超级英雄那样穿上
肌肉套装，为此他表现出了淡淡的失望。但是这个 Classic Loki 的造型有2个特点，他选了最大的角，还有一件超长的斗篷。那个斗篷是用7码的复古面料去制作的哦。有趣的是，在花絮中提到 Richard Grant 似乎非常喜欢戴上那个大大的角来演绎这个有趣的角色，而这件斗篷真的让他看起来像是拥有超能力一样的，不是吗？进入 TVA 担任顾问一职的 Loki， 他穿着着 TVA 办公室的服装。关于制服，真的有很多没有发现的小秘密耶。Christine Wada 表示，他还是希望这个衣服能够符合角色现在要推进的剧情。单就制服来说，设计师以大家所熟悉的款式，也就是衬衫来着手，外观则融入有现代感的设计线条，例如 Loki 的衬衫翻领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衬衫翻领后是会有领扣来固定这个领片，但是 Loki 他衬衫的翻领是直接延伸成一个大裁片呢，形成一个大大的8字形的剪接线条。我们自己在研究肌肉型男生衣服的时候，这个的位置确实是容易出现不平整的分量，因为他们有练胸肌的关系吧。所以透过这个剪裁，确实是能够让衬衫变得更加的合身，同时还符合容易活动的标准哦。设计师也特别强调，为了凸显主角的精力，让 Loki 脱掉盔甲，穿上白衬衫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战斗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与创伤，感觉就像是你和 Loki 一同开启内心之旅，也让 Loki 这个角色脱离魔法，做出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而这件衬衫，身为 TVA 时间管理变异局的 Mobius 也有穿哦。说到 Mobius，就一定要向大家介绍他的外套。没错，就是那一件一眼看过去感觉非常传统，甚至有一点老派的褐色西装外套。设计师巧妙地处理了领子的部分，它没有做成传统的西装翻领哦，而是用剪接线来营造出了领子的形状。这个设计真的是相当的有创意。一开始我也没有察觉到这个细节哦，是在某几个画面的角度，我很下意识的感觉到这个外套领子的阴影和厚度有点不太对劲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以剪接线的方式呈现的，看起来非常不错，也很时髦。尤其是在打斗的时候，这样子的设计让领子不会一直翻起来，实用性兼备，也让原本感觉老 Coco 的传统外套瞬间带了一些前卫感呢。接着是在洛基影集中 Sylvie 的女洛基登场，她真的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，也是大家非常期待再次见到的角色。在漫画中，魅惑女巫是多位反派的称号，第一位女巫是 Amora， 她是雷神索尔的主要敌人之一，而第2位的年轻女巫是 Sylvie Lawson。从名字上看，似乎影射了影集中的 Sylvie， 她拥有着与魅惑女巫相似的能力，称为 Enchant。尽管能力相似，但是角色基础的设定上并不完全相同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，影集中的 Sylvie 可能是将漫画中魅惑女巫的角色与原有的 Loki 角色互相结合。至于她的服装，设计师也尝试融合了漫画原作的元素，例如破碎的王冠造型，能够同时展现 Sylvie 身上带着战斗伤疤和跨越时间线所留下的伤痕。另外一个关于 Sylvie 的演员 Sophia Di Martino， 她在现实生活中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。想象一下，在2019年的11月，她开始投入洛基影集第1季的拍摄时，他的宝宝才刚出生14、15天，这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耶。当设计师知道这个情况后，他和一位有怀孕生产经验的助理设计师一起为 Sylvie 的剧服进行了修改，添加了隐藏式的拉链，这样子他就可以在拍摄的闲暇时间轻松的哺乳，同时兼顾好演员和母亲的角色。而女主角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这个小故事，表示她对此心怀感激。在访谈中，设计师透露，为了确保拉链它能够位在最合适的位置，
所以他对这件服装进行了4、5次的修改。想要发现拉链的位置，你得仔细观察几个角度才行，真是个不简单的细节。接下来我们谈谈可爱的小 Sylvie。当他在 Asgard 游玩的时候， TVA 特工突然现身，就在他被抓走的那几秒的场景。当时他穿着 Asgard 的服装，正面刻着一些神秘的符号。这些符号后来被发现，也出现在 Sylvie 的剑刃上。这些符文在影集中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尽管我们对这些符文确切的性质和含义还不太清楚，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和 Asgard 有关。这也表示了 Sylvie 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到过另外一个时空的 Asgard， 借此获得他的特殊服装和武器。这些细节都共同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而且令人难忘的世界，让大家更能够投入在剧情当中，跟着思考关于宿命和自由意志的哲学问题。洛基影集的成功不仅仅是在于它精湛的制作和特效，更在于它丰富的情感、复杂又细腻的内在状态，也能够透过服装来呈现。结束前带大家进入左脑时间，我将随着影片的内容同步介绍一个服装界会常使用到的小单字。当 Christy Wada 受到访谈提到 Classic Loki 的斗篷时说 "We made it out of a lot of vintage fabrics"。今天介绍 vintage 这个字，在时尚产业的文章经常会看到的哦。Vintage 它有着最经典、最出色、最上等的意思。先前是指上等佳酿的葡萄酒，随着时间的转变，现在将这个字的概念延伸到服装，泛指20年前到100年间的服装、饰品等物件，能够反映当代的经典风格，就能够被视为 vintage。因为超过100年的物件就是古董啦，叫 antique。在近几年，随着快时尚对于各方面的影响，包括能源、环境等等，原本属于小众的古着，跟着好莱坞明星选择拥抱 vintage 精神，大家逐渐将 vintage clothing 视为永恒而且具有文化价值的。相信透过今天的介绍，可以同时用左右脑把单字记起来的啦。除了影片介绍的这些，我也想知道你喜欢 Loki 的哪一个服装造型，底下留言。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天的介绍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下订阅，我会持续发布更多用有趣方式介绍服装相关小知识的影片。还有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